你身边各种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进入2季度以来，我国房贷利率是持续的上行。首先是从广州开始，逐步就扩散到了全国。目前有60个城市左右都上调了房贷利率，有的城市甚至是4连涨、5连涨。除了房贷利率上调以外，很多银行还严查经营贷、消费贷违规流入楼市。同时呢，我从多家房产中介处了解到，现在银行贷款放款的速度要等到小半年左右时间。那么这轮调控究竟会对我们买卖房产有何影响？房价会不会下跌？我们一起来聊聊。首先，我想问问各位你猜这样的调控实际上是对买房的人影响更大，还是对卖房的人影响更大呢？我告诉你，这样的调控其实对于想高位套现的卖房的人杀伤力是非常大的，甚至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未来想再通过杠杆炒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这么来说？首先，严查经营贷阻断了炒房客妄图利用银行融资曲线炒房的方法。其次提高贷款利率，让炒房客持有房产的成本实际上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会使得通过房地产来炒作获得短期高额回报的难度大大增加。最后，延长放贷时间，炒房客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借来的，每天都有资金成本。如果卖房的时候要等到大半年才能收到贷款，意味着他要多付半年的利息，再次提高了持有房产的成本，同时又给炒房客的现金流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这3级重拳会成为未来底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对于稳定地产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炒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越来越平稳。那么房贷利率上调等等这些措施会导致房价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吗？我的回答是，短期可能会有上涨的压力，但长期来看，房价还是会出现稳步的上行。为什么这么来说呢？首先，炒房客的整体需求和城镇化过程当中产生的新增的刚需购房需求相比，还是很小的比例。但是炒房客是短期内主导热点区域房价暴涨暴跌的元凶，这个因素影响的是短期的走势，而并非长期的走势。所以长期来看，稳定的需求增长才是支撑底层房价最重要的逻辑。政策调控的目的是平衡市场的供需关系，让底层行业稳步发展，而并不是要把行业打趴下。地产如果趴下了，对整个经济的危害才是更大的。所以调控之后，最理想的情况是挤出了市场上的不利因素，地产发展更加平稳的向上。哪怕是在发达国家，地产这类固定资产一直是抵御通胀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只要货币持续的超发，通胀率一直存在，房价整体的趋势也会是上涨的。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严格调控，对于目前想要买卖房子的朋友来说，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认为，如果你要卖房子要进行置换的话呢，真的可以趁早出手了。现在来看市场情绪还没有特别的低迷，还有一个窗口期，因为短期来看大涨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不要太过于纠结你的售价。对于现在想要买房的朋友来说呢，我认为现在可以继续的观望一下，看看趋势如何发展。慢慢的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区和房子，可能你最后成交的时候会在明年也说不定。不要着急的原因就是整体房价横盘或者短期出现微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点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手握大量的现金去买房的话呢，首付比例能够适当提高，是有很大幅度的压价的机会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谈成交的价格，很大可能你谈下来的成交价格跟挂出去的售价有很大的差距。好的，关于房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欢迎关注智享财经，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